乖了，走。哎，师哥，回来了。云美海淘资料准备好了吗？早准备好了。哎，你们这次去论坛，师姐也发言了。听说师姐英雄不减当年啊，还是很有当年大学里辩论大赛主辩手的风采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见视频了。什么视频？就是人家在现场把师姐那段录成小视频发到金融群里了。哪个群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你怎么可能看到呢？谁会傻到那种程度发到有你的群里啊？论坛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，怎么什么人都能进去？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师哥，你也别这么说，人家发到群里吧，也没有嘲笑的意思，反而好多人觉得师姐说的挺好的呢。他说什么了？来，给我看看。你不是在现场吗？没听见吗？我当时上厕所呢，你快给我拿过来！哪那么多废话？吵架没好话，两口子吵架的话能当真啊？你还真为了这事儿让孩子提前入学去上班啊？你至于吗？我早晚是要去工作的。是，我知道你很想去工作，可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出去要面对的是什么？就是没什么经验呗。我可以接受从实习生做起啊。人家公司的实习生都是大学刚毕业的，可你的身份是一个6岁孩子的母亲。对啊，世界上最伟大的身份。你说那是小学课本，到中学讲的是父亲，人学的是背影。同样的6年，在职场就更变味儿了。怎么了？当了妈妈以后智商就下降了？看你，我跟你说，盛江川这几年做投资，投了一些项目呢，回来有些时候会跟我讨论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能每天忙得4脚朝天的，顾不上家。要是我出去工作，我觉得我是能腾出很多时间来照顾家庭、陪伴孩子的。啊，还跟我谈什么理想愿景？他就是太理想化了，而且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。幸好他不用在职场上混，否则被人卖了帮人数钱呢。所以嘛，师哥您把他放在家是对他的保护嘛，是吧？就别再说这事儿了。好，你赶紧把云美海淘资料给我拿过来。好，我晚上出差要用呢。今晚就出差？啊，我要去一趟沿海自贸区，那个高伟给了我一个信息，快点。好，我现在就准备。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全职妈妈的，我也知道一个女人放弃工作跟社会脱节，把所有的筹码压在一个男人身上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。尤其是像我老公陆维斌那样的男人，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因为钱才跟他在一起的。所以我怀孕直到8个月的时候还在工作，还在为了升职而努力。生了吗？生什么生？到后来同事一见到我就说：“哎，你老公这么有钱，你还这么拼干嘛啊？哎，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赶紧回去养胎呀！”甚至会有人说：“你那个稿子到底能不能交了？你要是再不交，你早点跟我们说，别耽误大家工作。”我就纳了闷了，我怀孕了，是给大家添了多大的麻烦吗？还是我要求什么特殊待遇了？我都没有啊。后来我生完了孩子，休完了产假，别说是升职了，就是原来的岗位它都不是我的了。如果我坚持要回去，我必须得接受降薪和降职。凭什么呀？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是因为你生完了孩子就没有上过班，所以你不了解。我那时候特别失望，我就想，你说我辛辛苦苦去接受一份降薪又降级的工作，我图什么呀？与其吃力不讨好，我为什么不在家享受生活？我就把孩子当工作，把我老公当老板，这样不可以吗？我觉得这样也很好。你把你老公当老板，2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关系是平等的，你干嘛要把他当老板啊？哎呀，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，你要拿出伺候老板的心态，你就会觉得你老公身上的很多毛病你就都能接受了，那生活不就和谐了？而且就算你去了职场，也没有平等可言。哪个老板不自私不自大？请你告诉我。其实我觉得吧，这女人的智慧也可以体现在经营好婚姻和家庭上，对吧？
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吧。我有我自己的职业理想要实现，有我自己的自我价值要体现。我不能只是作为谁的妈妈、谁的妻子、谁的女儿活着。我也是学金融的，我爸一个人把我供到大学毕业。我的人生规划里不能只有全职妈妈这一个身份。所以呢，我可以接受降级，我不介意，我可以从头开始。就算你真的可以从头开始，那也要看有没有人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啊。这不机会来了吗？我同学给我介绍工作呢，让我去面试。你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吗？我看贵公司对实习生的要求是不需要工作经验。可是我们公司也没有毕业了6年还在做实习生的人。要知道，刚毕业的这6年对于职场人来说可是非常宝贵的6年。6年对谁来说都很宝贵。当然，如果贵公司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相信未来的6年我也会做得很好。那你先做下自我介绍。基本资料在个人简历里面都写得很清楚了，我就不再复述了。我觉得我这个人有4种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：观察能力、学习能力、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。你这对自我的评价可不低啊，有什么依据吗？我想大胆冒昧地猜测一下，贵公司在未来是不是有布局健康产业的计划？是不是有构建上下游一体的创新方向？你是在我们公司有什么熟人吗？没有，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，阅读了几篇贵公司合伙人最近的文章。我看有频繁地提到医疗数据、人工智能和个性化医疗的话题，所以我认为这代表了贵公司对健康产业的关注。那一体化方向你是怎么猜到的？我看刚才的面试，男孩子时间长一点，女孩子短一点，形象好的时间长一点，形象普通的就短一点。当然了，不是说贵公司以貌取人。我认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，贵公司对频繁出差和外事接待的用人方面有大量的需求。好，我们对你的能力也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，我们会认真考虑的。好，谢谢。你给我一会儿！哎，彤彤，宝宝还给妹妹。哎，彤彤，一会儿那是我的，你给我一会儿嘛！给。你俩这就算分居啦？你老公就一直住这屋呀？没有啊，从论坛回来以后就出差了，也没在家里。怪不得你那么没精打采的，是不是把他撵出来之后找不着台阶下呀？没事啦，哄男人很简单呐，我可以教你。我哄他干嘛呀？我在想我面试的事儿呢。我面试的时候，我觉得聊得非常好，是真的聊得挺好的，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？那就是没通过呗。哎，你不用太在意。我能不在意吗？就算没通过，是不是也应该打电话告诉我一下为什么呀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？职场对当了妈的女性她就是很不友善，所以我就说你赶紧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哄哄你老公，把老公当老板没什么不好的，省得在外面受气呀。妈妈，我渴了，我要喝水。我也渴了。反正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我要继续找。你们俩要喝什么呀？我要喝饮料。我也要喝饮料。不行，没有饮料，只有果汁。你有6年时间一直在家，那是什么原因让你放弃做全职妈妈而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呢？是做了这样的人生规划。既然你那么想工作，为什么之前在家待了6年时间？我想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，我觉得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。哎呀，你这还有这么小一女儿啊？有老人帮忙带吗？没有老人帮我带。那要经常出差呢？完全没问题，必要的出差能配合。我女儿自理能力很强的，她马上要上学前班了。看你的专业是没问题的，
毕业学校也是响当当的，但问题是我们这行业的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。你作为母亲，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？如果是父亲，也要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你有这么长的空档期，有没有担心过自己无法再融入职场？不担心，我觉得这6年反而给我积蓄了力量，让我更渴望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。你觉着以你目前的情况呢，能不能适应我们这种高强度的工作？我会用最快的时间去学习，完成知识更新，所以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。我知道，作为一个实习生来说，我年纪是有点大了。你这6年的空档期确实是个大问题。对，我有6年的空档期，我没有工作经验。我不觉得年龄是个障碍，我的个人生活肯定不会影响到工作的。